你知道吗？这一块黑黑的东西背后可以说是人类工艺文明的极致展现。有那么夸张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记忆体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只要你有买过电脑、手机那你一定听过 RAM 记忆体这个东西。但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竟然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里面可以卖最多钱的东西。光是去年，全球就卖出了1500亿美金，也就是超过4兆台币的记忆体。而且，全世界最先进的记忆体制造厂之一就落在台湾。那这个记忆体到底是干嘛用的？为什么可以那么赚钱呢？而大家常常说的什么记忆体不够，某某城市很吃记忆体，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RAM 记忆体跟它背后的故事吧。那说到记忆体我们首先要来聊聊为什么需要记忆体。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说过，早期的电脑不只是速度很慢，而且还要一整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电脑一次只能够执行一个程式，每次换程式都非常的麻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超级简化的例子，比如说我手中呢有一笔资料，我想要把它们先做加法，然后再做乘法。但是始祖电脑们做完加法之后，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要怎么做乘法，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新人工接线，切换成乘法的程式，它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计算。这当然就非常的麻烦，又耗时间，而且用来储存不同程式的真空管又非常的占空间。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有个天才数学家冯纽曼提出了一个冯纽曼架构，其中有一个革命性的做法是，把不同的程式都先存在同一个记忆体里面，这样子就不用人工一直换来换去，只要告诉电脑呢，现在要去读取哪个程式就好。而顺带一提一直到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手机、笔电呢，也都还是用冯纽曼架构制造出来的。不过问题就来了，这个关键的记忆体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一般人在买电脑、手机说的记忆体，一般是指 DRAM 的统称。不过 DRAM 其实也只是记忆体家族的其中一员，像是光碟硬碟、USB 等等，也都是记忆体的一种。那在这个超级大的记忆体家族里面，主要可以分成挥发性跟非挥发性两大类。简单来说挥发性就是指断电资料就会消失的记忆体，而非挥发性呢，是指断电后资料不会消失的记忆体。等等，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断电资料会消失的记忆体？资料永远不消失，不是很好吗？这就要聊到电脑的运作方式了。要让一台电脑动起来，最关键的角色可以简化成处理器 CPU、RAM 跟硬碟3个部分。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家餐厅 ，CPU 呢是餐厅的主厨，负责运算跟处理资料，而硬碟就是餐厅的仓库跟外场，负责储存这个资料还有程式。但是如果主厨每次要做菜就必须要跑到外场去跟客人点餐，再去仓库里面拿食材料理，然后煮完之后又要自己把煮好这个食物送回硬碟，那这家餐厅的效率一定会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又需要一个 RAM 担任中间小帮手的角色。RAM 会先从硬碟把订单跟食材呢都准备好，那 CPU 主厨就可以很快速的拿来处理。而等 CPU 处理完之后 ，RAM 又负责把这些处理好的资料又送回到硬碟里面去。那这样一来CPU RAM 还有硬碟呢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整个餐厅的运作就会变得快许多。那因为 RAM 每次处理的资料都不一样不需要长期记忆，重点在于速度，所以会使用速度更快的挥发性记忆体。而硬碟呢，因为需要长期储存资料，速度比较不是重点，所以传统来说会使用速度较慢但资料不会在断电后消失的非挥发性记忆体。而另外顺带一提从上面的说明呢，也可以知道说买电脑、手机的时候，这3个东西的效能必须要互相搭配。光是只有很大的硬碟或是很厉害的 CPU， 电脑也不一定会跑得很快好，那我们知道 RAM 是干嘛用的之后，接下来可以问的问题是 RAM 是怎么记忆的呢？大家可能听过电脑的世界里面只有0跟1，所以要让电脑有记忆，就需要一个能够记住0跟1的东西。而为了做到这件事情，人类尝试了非常多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早期的这个记忆体主要使用真空管，电脑会依照正负极去判断是0或者是1，但真空管非常的占空间又容易烧坏，所以后来又出现了磁芯记忆体，利用电缆穿过这个磁环，依照这个带磁性或是不带磁性的状态去代表0或1。当时这种记忆体甚至是请女工用
用人手编织出来的。不要看它好像很粗糙的样子哦，连人类登陆月球的电脑使用的也是类似技术的这个记忆体哦。而且当时呢，这台登月电脑的 RAM 只有4KB。好，那时间快转到1960年代，出现了一种叫做金属氧化半导体的革命性发明，让记忆体的记忆单位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小小的晶片上，耗电跟效能呢也大幅的提升。等等，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以大家最熟悉的 DRAM 来说好了，现代的记忆体主要是用电晶体加电容器组成一个记忆单位。这个记忆单位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晶片放大到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哦，你从球场上面拔一根草，然后呢再把这个草切成一半，再一半，再切一半。一个电晶体呢，大概就是那么大，比人类的细胞还要小。所以光是一个1GB 的 DRAM 里面呢，就有超过81个这样子的记忆体单位。那回过头我们去比对一下哦，这个最早使用真空管当记忆体的电脑，虽然占了整个房间那么大，重量破千公斤，但是 RAM 呢只有128 byte。但是今天普通一台4GB RAM 的手机呢 ，RAM 就是它的几十亿倍之多。那虽然人类的记忆体技术在短短几十年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但是随着 AI、5G 等等新科技的发展，人类对于运算的需求越来越大，也就越需要更快、更强大的记忆体。那这个要怎么样做到呢？这边呢就有2种可能的办法。第一个是提升 RAM 的工作速度跟频率，用我们前面这个餐厅小帮手的例子来说，就是加强小帮手的工作能力，让他每次能够搬运的资料数量变多，速度更快。那所谓的 DDR2、3、4、5指的就是 RAM 在这方面的世代进展。而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增加 RAM 的大小，也就是增加小帮手的人数。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哦，等于是在每个记忆体的这个晶片里面塞进更多的记忆单位，人多好办事。不过这个说起来简单哦，要在那么小的晶片上面继续塞更多的记忆单位，可以说是难到爆炸。只要有一丁点的灰尘微粒，或是刻下这个电路的时候稍微歪掉一点点，这个晶片就会失败。所以现在最先进的记忆体技术是在巨大的无尘室里面使用曝光显影技术，极度精准的用光在晶片上面时刻出电路。所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样的技术呢，可以说是人类工艺文明的极致展现。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不起眼的记忆体每年都可以带来惊人的营收。另外有趣的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 DRAM 就是在台湾制造的，而且你很有可能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哦。没错，聊到记忆体，我们当然不能够忽略我们这一期的干爹美光科技。美光是全球前5大的半导体公司，也是台湾最大的外商企业。他们在 DRAM 的制程技术上面不断的突破，并且领先同业。旗下的 One-off DRAM 还有176层 NAND 都是业界目前最领先的量产产品。而新的 One Beta DRAM 以及232层 NAND 也都预计在今年底前量产。而且美光也非常重视在台湾的布局，位于台中的 A3 晶圆厂是业界最先进的晶圆厂之一。而下半年美光还会引入 EUV 机台，为下一代的 One Gamma 节点量产做准备。而未来美光也预计在台湾设立研发走廊。所以现在美光正在热烈的征才当中，他们预计未来的2到3年会在台湾再招募2000名左右的资深人才跟社会新鲜人。除了传统的制程、品质、设备工程师之外，也非常欢迎像是智慧制造或资料科学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加入。加入美光，除了能够接触到世界顶尖的团队跟技术，挑战100万年薪之外，美光还提供员工购股计划，让员工可以用15% 的折扣购买公司的股票。而且在美光工作也有不少外派机会哦，由美光提供住房补贴跟交通津贴，让你在更大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就算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出国，美光也能让你跟各国据点的优秀人才交流合作，在台湾就能够培养国际竞争力。那如果你想要转换不同的跑道，美光也提供内转制度，协助员工能够在最熟悉的环境内挑战新的事物。另外，美光也强调多元、平等、包容的企业文化，有着很高比例的女性跟外籍员工，致力于满足多元文化认同的需求。就算你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也不必担心哦。美光每年还提供扎实的实习计划跟丰厚的实习薪资，让你能够无痛的迅速接轨职场，甚至有机会直接转正。所以有需要的观众，赶快点击资讯栏或搜寻加入美光，了解更多资讯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常常会需要用到大量的影像处理，团队里面呢也有很多人平常喜欢打游戏，对 RAM 啊还有记忆体这些名词不算是太陌生，所以我们在认真研究以前呢，我们也觉得说，这就是个蛮寻常的东西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玩的内容。没有想到认真挖下去之后，发现它背后的故事也太酷了吧！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这些东西背后都经历过那么多困难的技术革新，而且从只有 RAM 几百 byte 的这个电脑，到现在随便一台手机就4GB、8GB。
中间也不过是70年左右的时间，真的是蛮惊人的。那当然啦，因为这背后的技术还有故事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用非常简化的方式大略的介绍一些皮毛，有些比喻可能也不完全精准。那如果你是相关专业的观众，也非常的欢迎你在留言补充分享。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最后呢，想问大家，听完今天的记忆体故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以前一直听过 RAM 这个东西哦，现在才知道它的功能，比我的手机竟然比登月用的这个电脑效能强几10亿倍，哇！C 这个记忆体里面的电路呢，竟然可以小成那样子哦！人类的工艺文明好可怕！滴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记忆体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半导体产业和床的奇怪冷知识。那么今天的 GCC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